我的媽呀！金牛街這麼蕭條，全是出租，对，連個人影子都沒有，太恐怖了吧！看見沒？這是現成的樓房，你看這一棟樓裡有幾個亮燈的？沒幾個亮燈的。剩下那黑的，要麼就是沒有人住，要麼就是上外地打工了，好蕭條啊！在過去的10余年裡，中國出現一種人口虹吸的現象，外來人口不斷地向2線城市集中，而3、4、5線小縣城則逐漸被抽空。我們來看一下這些觸目驚心的數據：東北有90%的縣市出現了人口淨流出，中部地區達到了84%。西部地區呢，有77%的縣市也在經歷着失血，就連經濟比較發達的長三角周邊，蘇北縣城每年有上萬的人口流出。據統計顯示，中國近1500個縣城都面臨着規模縮減與人口外遷的困境。一些專家提出警告，未來或許有高達90%的縣市或將消失。城市結構大變局，未來國內90%的縣城將全面消失，到底是什麼原因呢？過去10年，140多個縣改頭換面成了市區，全國的小縣城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消失。有人說，未來90%的縣城可能會徹底不復存在。這背後到底是時代的必然，還是發展的失衡？從2010年到2020年，全國有141個縣被撤銷，同時新增了110個市轄區。過去的縣城不僅人口外流嚴重，還因為經濟單一、缺乏活力，被大城市虹吸的幾近乾瘪。博主說，按照國家規劃，縣城分為5類，靠近大城市縣城可能還算幸運的，但有多達85%的縣市正在經歷着人口流失。他們未來會走向何方？也許只能在時代的洪流中黯然退場。這是一座敘利亞版的小縣城。那天我偶然走入曾經充滿回憶的老街，一剎那仿佛走進了敘利亞戰場。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，這座小縣城迎來了拆遷的命運。拆遷的機器轟鳴聲打破了昔日的寧靜，曾經熟悉的街道和房屋逐漸消失在塵土中。那些承載着回憶的角落，如今已成為一片廢墟。大家心中充滿了不捨，他們在廢墟前駐足，試圖尋找過去的點滴痕跡。但拆遷並不意味着結束，而是一個新的開始。雖然那些曾經的煙火氣暫時消散，但他們會以新的形式重新綻放。在西藏有一個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縣城地方，叫做雙湖縣，它位於羌塘無人區，海拔4900多米。現在我來到了這個縣城，雙湖縣。在1976年以前，這裡還是無人區，人跡罕至。1976年，為了開發無人區，在這裡設立雙湖辦事處，直到2012年才正式設立為縣。現在我走在雙湖縣城的街道，幾乎沒什麼人。人很少，商鋪也基本上都關門，因為在2018年這裡開始集體搬遷。雙湖那邊搬遷都往哪兒搬了？往拉薩搬。哦，除了拉薩還有哪裡啊？山南是吧？啊，沉默的蕭條，小縣城的未來到底在哪裡呢？我11開車回了一趟縣城，轉了一圈也沒見到幾個人。只有稀稀拉拉的那麼幾個街上，尤其是那個曾經的老商業街，現在也破敗不堪，就和鬼屋一樣，零零星星的住着一些民工。秋風吹過，那個樹葉沙沙的落下，凄涼得很。博主說，他記得小時候這裡特別熱鬧，街上到處都是小商小販，過年的時候人山人海，熱鬧非凡。他還記得有個賣布料的攤位，每年過年媽媽都會去買布料做褲子。街上還有個遊戲廳，他總是偷偷的跑去打遊戲。可是沒有想到，才20多年，這裡就變得這麼的蕭條。他突然想，這樣的縣市還能夠撐多久？是不是再過20年，也會像很多自然村一樣消失呢？而這樣的縣城，全國還有多少呢？
今年在縣城做餐飲，特別是做中餐，應該是挺不容易的一年。近期有幸和7、8位吧在縣城去做餐飲，特別是做中餐的一些餐飲同行去聊他們餐廳的經營情況。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幹了10幾年了，今年是最難幹的一年。現在就在關與不關的邊緣，在徘徊，在焦慮。像周一到周五，每天也就是能上個1、2桌、2、3桌的樣子。到了周六、周末可能好一點，一天大概有個10來桌，就是這麼一個現狀。在縣城裡，不僅餐館生意冷清，連手機店的銷售情況也是不很理想。大家發現這個問題沒有？現在縣城的很多手機店都在逐漸消失，難道是縣城的手機不好賣了嗎？發現我去過的幾個縣城手機店比以前下降了大概有40%到50%左右，很多都關門了。縣城的普通青年這輩子一定要來大城市闖一闖，親身的感受啊，可能很多人會不認同，會反駁說，你看小縣城現在什麼也有了，很方便，生活成本又低，離父母還近，然後作息規律，然後又是個人情社會，幸福感會很高，確實是這樣。但是我想說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們縣城裡面但凡賺錢的生意，什麼地產、砂石礦場物流、交通，所有賺錢的生意都跟你沒有關係。這背後要麼是王家、李家、劉家、張家，我們普通人沒有機會了。那麼為什麼要去大城市呢？不少人都覺得大城市花銷大，生活孤單，沒有熟人。博主說，在大城市打拼靠的是能力，不必過多考慮人情世故。而他一些留在小縣城的朋友們其實很有才幹，但因為沒有背景，機會幾乎為零，資源呢也被層層的壟斷。他感慨，縣城裡的普通年輕人更應該走出去，到大城市去闖一闖，別讓人生留下遺憾。那麼大城市混不下去，能回到老家的小縣城發展嗎？博主認為絕對不能回老家，寧可死在大城市的出租屋裡，也千萬不要回到老家的兩居室。這2年經濟大環境不好，朋友們之間最常聊到的話題就是大城市太難了，我打算回到老家的小縣城待着。畢竟每次回家過年的時候，你總會發現那些留在小縣城的人，他們沒有地鐵，也沒有星巴克，但好像生活過得是一點都不差。豪車開着，160平的大平層住着，穿衣打扮和消費水平也完全不輸給城市。這麼一看，好像回縣城這件事真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博主提醒，大城市混不下去的朋友，不要輕易回到小縣城，因為你眼中安逸祥和的小縣城，其實呢是一種假象。中國超過80%的小縣城，並沒有你想象的那麼好。那份所謂的安逸舒適，其實是由以下幾類人共同營造出來的。那麼這第一類呢，是在體制內工作的人，包括在教育、醫療、行政等崗位工作的人。算下來呢，一個小縣城，光是這些編制內的群體就有幾千，甚至是上萬人。他們捧着鐵飯碗，收入穩定，工作輕鬆，生活毫無壓力，賺3萬花2萬都沒有問題。他們也是縣城消費的主力軍，足以撐起縣城高端消費的假象。那麼這第二類呢，是靠政府工程發家的承包商。小縣城裡人際關係複雜，很多工程項目都被關係戶拿走了。無論是修路、綠化、環保還是蓋樓，最終呢，都讓這些承包商賺的是盆滿缽滿，少則幾十萬，多則上千萬。他們在縣城裡過得舒適，但普通人卻難以分到一杯羹。這博主是位剛畢業的大學生，來到杭州打工。沒背景、沒學歷、低收入大學生，為什麼再苦也要留在大城市？前幾天給大家看了我的工資條，就收到了這樣的留言，包括家人總是打電話說，大城市房價那麼高，你一個沒背景的大學生，拼一輩子也買不上一套房，回家找個安穩工作多好，沒有房租，消費還低。你知道他們是在關心你，但你總是內心拒絕，不是因為你叛逆不懂事，而是因為大城市更公平，包容性更強。博主舉例說，在老家縣城辦事，有關係的會給你優先解決，沒關係的就被推來推去的，往往呢還得送你走後門才能夠辦成。而在大城市，這些煩惱幾乎都不存在，工作人員態度好，效率高。在小縣城，除了體制內，很難找到靠譜的工作。像我們這樣沒有背景、沒有特殊資源的大學生，很難闖出一片天地。那麼相比之下呢，大城市給應屆生更多選擇，找工作靠的是實力而不是關係。在這裡呢，
你談論夢想不會被人嘲笑是痴心妄想，你做什麼呢也不會被看作是異類。這位博主表示，山西省長治市雖然只是4線城市，但生活開銷卻並不低，每個月呢幾乎都攢不下什麼錢。普通人在長治生活不得不接受的3個現實。首先呢，長治虽然生活安逸，但是对于普通人來說，平均工資也就3、4千塊錢。再好一點的企業或者是技術崗位，這個工資能達到個5、6千。再想往上，我感覺就非常困難了。像長治現在的房價均價雖然趕不上大城市，但是7、8千塊錢的一個均價，我感覺普通人承受起來還是非常困難的。所以在長治想安家非常難。博主說，長治生活成本並不低，和朋友隨便去吃一頓飯，人均就要80、90塊錢，再加上每個月的話費、燃氣費、水電費等各種開銷，工資還沒有捂熱就花光了，幾乎都存不下什麼錢。那麼更讓人頭疼的是呢，在長治很難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，除了客服、銷售之外，大多都是體力活。他有個朋友是程序員，月薪5000，但扣除吃住等生活費用以後呢，基本上也是所剩無幾。如果你现在和我差不多大，那千萬不要想回縣城去混日子。我在這裡混了2年才發現，縣城真的太小了，小到你的學歷和能力在這裡根本就比不過關係。這是我24歲從上海裸辭回來2年的真實感受。我生活的縣城大概有幾十萬的常住人口，但真正能說了算的圈子就那麼大，誰能拿到地皮，誰能開掙錢的店兒，誰的小孩能去重點學校，這些都在那些少數人的手裡。就比如想到縣城找份體面的工作，想考個銀行，面試的時候他們會問你家裡人有沒有相關經驗，實際上是在問你有沒有門道和關係。博主表示，在縣城工作，月薪5000已經算是高薪了，而普通打工人往往只有3000塊錢。如果想創業開個小店，也只能是勉強養家糊口，甚至連辦營業執照都還得找熟人。年輕人留在小縣城真的沒出息嗎？我土生土長的黃川姑娘，一畢業我沒有去江浙滬，而是回到了小縣城過安逸的日子。都說這座小城留不住年輕人，我卻心甘情願地留了下來。很多人說黃川真的沒帶頭，它確實是個5線小城，這裡做什麼事都要依着小黃河，街道也總帶着慢半拍的冷靜，但不是蕭條，是大家都知道，出門轉一圈能去的地方就那麼些，腳步就自然緩了。博主說，和大城市相比，他更愛這座小縣城，這裡的人很悠閒，好像誰都不着急。當地人的工資呢，一般只有3000塊錢，但其中呢，2800塊錢幾乎都花在了吃上面，滿街都是各式各樣的餐飲店。他覺得，即使在這裡賺不到大錢，他也願意留下來，因為北京的繁華、上海的富足都比不上黃川的煙火氣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，請您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。感謝您的支持。我是美玲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